我们既然这么多东西准备装满了，现在还有2-3趟没有搬下来。新房子有个优点就是这冷气机不用洗啦，我就省掉这笔钱，1000到1200这样子。嗨，大家好，我叫吉米，欢迎回到我频道。今天这部影片呢有点特别，是在我新家拍第一部正式影片。这个房子呢是我在曼谷租的第3个房子，第一个房子在普朗高伦皮尼那边，第二个房子在这边附近的一个小condo，第3个就是这个啦。当然了，这个是我住的最高层，也是最新，也是最大的。算是最好的，但租金未必是最贵的哦。为什么不是最贵呢？是因为疫情降价啊，所以我是搬来这边。但是呢，质量这么好的condo呢，未必是我最喜欢、最舒服的那个。其实我之前在清迈，在毗沙奴岛，就是彭斯洛，曼谷到清迈中间的一个城市那里租了一个小的 house， 也算是长租了。在那边住了半个月。我觉得那个房子是我住的最舒服一个房子，它是一个 share house， 就是那些后男嘛都是公用的，还有其他所有都是公用，你只有一个房间。那个房子呢，价格是100泰铢一天啊，100泰铢一天，我就住了半个月这样子。然后呢，那个房子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早上起来嘛，就是左边是一个大大的床，然后右边就是一个大大的床，那个床应该是有2米，然后早上都是被旁边那些燕子吵醒了，然后睁开眼睛就看到那个大窗户，窗户外面呢就是有燕子啊，因为是在2楼的。然后呢，那个房子是没有冷气的，是只有风扇，但当时晚上是不觉得热了，都感觉很舒服，算是最美好的回忆了，因为那旁边就有个市集很大的，当然了，说到哪里了？我们说回这个 house 吧，说回这个房子。我为什么要住来这里？有很多个原因啦，我也分析过各种问题，当然了，都是围绕着这个钱来去衡量的。首先呢，我住那边是1年半了，是 COVID 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签的合同，当时的价格还算是蛮贵的，9500泰铢24平方。这价格来讲的话，现在的话那边已经跌到了7000吧，或是8000。因为我住的时候那边也是新的，我是第一个客人过去住。还有个原因就是那边房间24平方米真的太小了，从一个小小温馨的一个房间被我住成了一个仓库。这是我原本住的地方哦，给大家看一下是有多么密集恐惧症。还有我的房间已经被我住成了仓库。最后一餐饭呢，选择螺蛳粉，庆祝一下我搬家啦。已经搬了7、7、8、8啦。可以，我们既然这么多东西准备装满了，现在还有2-3趟没有搬下来。还有部分空间可以装，还不错哦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Jimmy。今天我们搬家在路上，我们后面装满了。另外一辆嘎巴，另外一台嘎巴，像那种的，已经满了。然后我们车已经满了，还剩下1-2件在家。厨房没搬呢，那个明天搬，明天回来搬。对。好，今天天气好，是一个好的开始。好热哦，好过下雨了。也对啊，下雨要麻烦了。OK， 叔叔呢？就是我搬出来东西，一台嘎巴它也装不下去哦。然后我们还跑了几趟，放在私家车后面搬过来，所以说明我东西真的超多的。那个房子已经容不下我这么大，不是人哈，是这么多东西的人。
所以我就搬过来更大的啦。另外在泰国租房子找 agent 就是中介的话，就不需要付他佣金哦，那个佣金是由房东付他1个月。所以我是通过一个平台，就是这个 app。里面有大部分的一手房东，还有很多一部分的中介，当然找中介会比较方便一点。很好的一点是我租这个房子，包括签合同，还有每个月给房租，都是跟中介沟通哦。我是完全与房东没有见过面的。当然啦，这个是房东给中介公司管理的。找中介还有一个优点就是退房的时候嘛，就不会是很难沟通的，就哪里损坏该赔多少都是有个标准的，不像有某部分不好的房东，他就会杀大价啦，反正进他袋子的钱想他掏出来就没那么容易的。我身边这里是 T 角落 T 是地方，角是停，然后落是车，因为它的高度高是笋，高度这种钢板上不来，然后呢就停到边边这里，就把这些东西从车这个距离搬上来，然后走楼梯走上来这里，真的有点重。因为搬家本来是500多的啦，然后我们等他搬完之后，我们会加到700块给他，因为泰国人喜欢吃，真的有点辛苦。所以这边的辛苦钱不好赚，去买水给他们喝。这楼下有一个商业中心，大部分的商店都在装修。前面有一个 7的自动售卖机，我看一下，买点水给他们喝。这边卖零食，这边卖水。新搬进来新家，发现还是堆满了。还没搬完呢。对啊。本来呢是一个44平方米比较大的公寓，外面也是成了仓库了，但是还好我房间不像仓库。我们搬家搬了一半，发现还有一些东西在，然后现在回去再拿一堆东西，然后现在喝这个新口味 Latte 咖啡，还有你这个什么东西？面包，7的面包是最适合填肚子的啦。好，开吃。但我觉得你应该喜欢。我不喜欢喝咖啡，我都觉得这个比另外一瓶好喝。比奶茶好喝。你不喜欢喝奶茶？我觉得这个味道会好一点。那个有点甜啊。它不是奶茶，它直接是拿铁咖啡啊。我不喜欢喝咖啡，我重有拿铁，就是重奶拿铁。我住这个新房子，我考虑过很多问题。一般新房子的话，这些小问题啊，这些家具啊，基本上不会出现问题的，2-3年都不会出现。我之前住的地方已经1年半了，1年半这个冷气机啊，一套房里面有2个冷气机，要清洗的话，一般泰国清洗冷气机是500到800泰铢，还是蛮贵的，2台的话就接近1200这样平均吧。新房子有个优点就是这冷气机不用洗啦，我就省掉这笔钱，1000到1200这样子，这也是一个不错的体验哦。还有就是我发现这个新的 condo 跟我旧 condo 的电费有差，这边会便宜一点点。我之前在老 condo 的话，24小时开冷气，反正我在家我都会开冷气，因为那边是向西边，所以是一天到晚都很热的。那边电费大概是500多1个月啦。然后搬到这边的话，我后面这有个窗，这个窗是向北边的，它白天会比较凉快一点，但是房间那个阳台是向东的，早上会比较热。这是个优点啦，其实不会让你再赖床，因为早上热嘛，我开冷气不会开太冷，所以呢不会睡懒觉，就多点时间做事情，就勤奋一点啦。另外就是泰国的condo管理费都是由房东来付的哦。比如说我12000泰铢租下来的，其实房东每个月要付2000多一点点的管理费给这个condo这边的公司。这笔费用呢，一般在泰国不会自己付的。我对比了这边的管理费，比我老condo就之前住的所有condo都要贵，说明什么呢？说明服务好一点点。这也是个不错的体验，但是我住下来，我发现我做什么事情都要走得很远，因为这边大了很多。还有就是租金呢，这个房间44平方米，租金12000泰铢。其实12000泰铢
可以租到更大，但是因为这个房间它是新的，我是第一手交房，第一个人过来住。然后呢，那些什么沙发啊、床垫啊，包括那些什么电视、洗衣机，都是我第一个开箱的啊。那个电视我还没开箱，我就放到一边了，因为我根本就不会用那个东西。假如这里不是新的，是2手或者3手之后的，是不划算的。我就是贪它新，所以才选择这里啊。还有个问题啦，趁我现在还没有成家，就是我可以多去体验不一样的地区啦。就是比如说我在帕兰高住过，我有在惠口那边的小康都住过，然后我再搬过来这边住过。就是体验1年，感受一下周边不一样的人文气息之类的各种各样的东西。虽然搬家累，也算是一个很好的体验吧，就是体验不一样的风土人情吧。基本上关于性价比方面的优点就是这么多啦。那下部影片我会拍我的 room tour， 就是一直都想拍，本来打算混在这一条片里面，但是我发现实在是太长了。那我们就分开啦。这部影片主要是分析一下我搬家的原因，还有就是我为什么选择这里的原因啦。这部影片内容呢，我相信我说漏了有不少，因为我没有准备稿。那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，可以在留言区告诉我哦，我会一一的回答。那感谢大家的观看，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关于房子的影片的话，可以给我按个赞哦，这是给我最大的鼓励。也谢谢大家的订阅还有观看哦。大家可以按个小铃铛，这我发片的话，你们第一时间就知道啦。我们这部影片就先到这里先啦，大家周末愉快，ขอบคุณครับ，拜拜。